我叫苏桂兰，精通8国语言。年轻时，我是国内一流的高级翻译官。丈夫车祸去世后，为了照顾年幼的儿子，我辞去了令无数人羡慕的翻译工作，全心全意抚养儿子长大成人。如今儿子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把我接到城里，我本以为是颐养天年，没想到却成了儿子一家的免费保姆。你干什么呢？谁让你碰我的包了？我看你这包上面落了灰，就拿下来给你擦擦。我这可是限量款的 LV understand？ 一个要好几万呢，你就用这脏抹布给我擦。我这抹布是新的，新的也不行。你的手不脏吗？怎么了？林浩，你能不能管管你妈？一天天的屁事儿不干，搞破坏倒是专业。你看看我这包，让她给我擦的，都坏了。好了，曼妮，你别生气，不就是一个 LV 吗？回头我再给你买个新的。妈，家里的活你倒是也做一做，别老惹曼妮生气。家里每天的饭菜哪个不是我做的？你们的衣服哪件不是我洗的？我好心给她擦一下包上的灰，倒是我的错了。不是你的 wrong， 还能是我的 wrong？ 你要是一天天的跟我妈一样有个 job， 也不至于跟现在一样天天赖在我们家。Get out！ 林浩，你也是这么看我的吗？妈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原来我这么多年的付出，在儿子和儿媳的眼里，居然是赖在他们家。妈，您来了。来了，曼妮啊，晚上我的 birthday 安馈，咱就不去外面吃了，就在家里吧。你跟林浩说一声。知道了，妈，我让林浩妈晚上多做点菜。你赶紧去多买点菜，虽然在家吃，也不能糊弄。曼妮，他身上那股油烟味你没闻到吗 ？Disgusting！ 行，我嘱咐林浩一声，晚上不让他跟咱一块吃了，让他在厨房里吃就行。你说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 ？This is English， 你听得懂吗？你赶紧去买菜行不行？他们以为我听不懂，其实我英语、德语、日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、俄语、阿拉伯语、西班牙语样样精通。张曼妮，你是不是真把我当你家的保姆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又吵起来了？妈，今天岳母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在咱家过个生日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我不懂事儿，小浩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今天也是我的生日？你生日怎么了？你一个农村老太太还过什么 birthday？ 妈，你生日我忘了，今天是给曼妮妈妈过生日，你今天把她招待好了，大不了明天我给你买块蛋糕，给你补上不行了？行，我不跟你计较这个。就是当年我拉扯你长大的年代，我也没在厨房单独吃饭的。怎么你们家现在还活在旧社会，不想让仆人脏了眼？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张曼妮，你以为你们2个用英语说话我就听不懂是吧？你一个农村老太太，听得懂 English？ 当年我可是翻译出身的，你天天说我坏话，其实我都听得懂，只是懒得跟你计较。你是翻译，那你还每天假装听不懂？那你还天天赖在我们家，我妈现在还上着班呢，你凭什么不上班？妈，你抽什么风呢？好好的不行吗？别吵了，赶紧去做饭，我明天给你买蛋糕啊。好，你真是我的好儿子。你是不是忘了，是谁生的你？是谁把你含辛茹苦的养大？你岳母来了，我给她做饭，到最后连桌都上不了，要在厨房吃饭。你这个儿子就在旁边看着。怎么，你岳母是妈，我就不是你妈？你跟我妈能一样吗？我妈是退休高级教师，一个月退休金7、8千，能帮上我们家。你呢？吃我们的用我们的，帮不上忙也就算了，还净添乱。我没做过贡献，你们家一天卫生要打扫3遍，一家老头吃喝拉撒全都得我来管。我是没给过你们钱，但那是因为我的钱已经全都给你们了。亲家母，你说你连个 house 都没有，要不是我女儿好心收留你，你早就变成 homeless 了。你不但不感激，还说这样的话，真是太没良心了。我没房子是因为什么？还不是当初你们哭着求我，让我把老家房子卖了，给你们这个房子交首付吗？张曼妮，你问问你妈，
他1个月8000的退休金，什么时候才能给你攒够60万的首付款？他愿不愿意给你？妈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这么斤斤计较的干什么？不嫌丢人吗？现在嫌我斤斤计较了，现在嫌我丢人了。你媳妇儿羞辱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她斤斤计较？你有病吧？不就是一点小事儿吗？至于受了一副天大委屈的模样吗？我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我是你们的娘，不是你们的佣人，更不是你们肆意羞辱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！神经病啊！你不想待在这儿可以滚！正好，我还真就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。大路朝天，以后咱们各走各的。妈，你要去哪儿？你离开我们出去能干什么？听话，跟曼妮还有他妈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让我道歉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是因为我没有将他们伺候得舒舒服服的，还是我撒泼打滚，没有将这张老脸放在他们脚底下，让他们继续肆无忌惮的踩？林浩，别管他，让他走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离了我们还能不能活下去。妈，你别闹了，回来！林浩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要是敢把你妈追回来，咱俩就离婚。可我妈她……没事儿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还能丢了不成？让他出去吃几天苦，他就知道曼丽对他的好。就是，放心，过不了几天，他就会哭着回来求我们收留。身上的钱只够租这个最便宜的单间了，得找份工作养活自己。您好，你们这里还招收银员吗？招，愿意来的话，明天就能来上班。谢谢。林浩，你妈这几天到底死哪儿去了？现在屋子里的地没人扫，衣服没人收拾，家里乱哄哄的，都开始发羞了。我也不清楚，打电话也不接。曼妮，说咱们要不要找找啊？再不找，家里就要成垃圾场了。找什么找？咱们房子乱了，还能找个保姆打扫。他在外面没饭吃了，看谁能救济他。不用管，等他在外面活不下去了，自然会灰溜溜的回来。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他要是不回来，以后谁给咱俩做饭？这2天我吃外卖都吃吐了。等等，林浩，你看那边那个收银员，像不像你妈？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，我被你们赶出来就不能来这里挣钱吗？妈，你别闹了，你看看你穿的这是什么？万一让邻居认出来，我的脸往哪儿搁？赶紧跟我们回去。我靠自己的双手挣钱，有什么丢人的？再说了，我回去干什么？继续给你们当保姆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这些年你在我家住，我们什么时候亏待过你？你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，到头来我们还落得一身埋怨。是啊，妈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曼妮跟她妈妈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你回去跟他们道个歉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你非得弄得让所有人都难堪，自己也落魄到到处讨饭才满意。放心，离了你们，我只会活得更轻松、开心。我养你这么大，你连最基本的是非都分不清楚了吗？林浩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他喜欢在外面瞎折腾，就由着他去好了。我们走，赶紧滚！我自己能养活自己，以后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，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以后是生是死，也跟你们没有关系。妈，你也太不知好歹了！好，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吧，我不管了。你说啥我听不懂，你指什么指？大姐，这是在吵什么呢？不知道，那个小姑娘叽里呱啦的，不知道说的哪国话，谁也听不懂，两人在这吵半天了。她说的是法语，我去问问。哟，苏桂珊，你一个农村妇女还懂法语？我懂。你懂？你知道法语有多少个字母吗？知道法语的你好怎么说吗？你知道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可是外语学院退休的副教授。哎呀，您还是外语学院的副教授呢，那您赶紧上去劝劝，这俩人再吵下去，搞不得要动手了。这大妈厉害了，副教授说几句法语，那还不是简简单单？您快帮忙劝劝吧。那你去劝劝吧，刘教授。行吧，本来我不想多管闲事的，只不过不想让某些人不懂装懂在这添乱。Bonjour，
是终于的说 4 法语那边别给你记得了。他说让听懂了没有？是不是在骂我？是不是在骂我？那个他说你倒是说呀，到底听没听懂？哎，家里的门好像忘记锁了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。原来他也听不懂啊！就这还副教授呢，装模作样，看他那样子也不像教授，吹牛的吧 Bonjour, vous parlez français? 这位大姐看上去真的会法语啊，这下问题解决了。没想到这位大姐看上去普普通通，法语说的竟然这么流利。刚才那个大妈还拦着人家说她多管闲事，我看那大妈纯纯有病。大姐，是这样的，这位陈小姐住在你家楼下，你家里晚上噪音太大，影响她休息，她是想请你晚上11点过后稍微安静一点。原来就因为这事儿啊！这小姑娘凶神恶煞的，我还以为她找茬呢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大姐你帮我跟这小姑娘道个歉，我以后注意点。谢谢谢谢。好了，事情解决了，大家散了吧。以后注意。阿姨，我刚才都要急死了，这里的人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，您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我要怎么感谢你？不用客气。哎，你会说中文？我只会说一点点，刚才一着急就完全想不起来了。阿姨，您的法语说的真好，请问您是翻译吗？现在不是了，我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做收银员。这样啊，阿姨，我看您法语这么流利，我们公司有很多文件需要翻译成法语，我刚来这里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忙，您可以帮我吗？翻译文件当然可以，这是我的手机号，你有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。太感谢您了，阿姨您放心，翻译的费用我不会亏待您的。我还有事先走了，阿姨再见。喂，什么事儿？妈，你回来一趟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。妈，我找你真的有事，你先回来吧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妈，你先坐下，我慢慢跟你说。不用了，你们不是嫌我身上脏吗？别把你家的沙发弄脏了。妈，都过去这么多天了，你怎么还在闹别扭呢？咱都是一家人，有话好好说不行吗？你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走了。妈，你等会儿。我刚才听曼南妈妈说你会法语，我以前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说过？我会什么？难道要跟你汇报吗？到底什么事儿？妈，你看你现在在外面过得也不怎么样，那个收银员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，刚好我们公司有个项目需要翻译文件，报酬很高，比你当收银员赚钱强多了。妈，这个活可是林浩好不容易替你争取来的，别人想拿这个钱都没这个机会。是啊，亲家母，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。曼玉不是抱怨你没给家里做贡献吗？你接了这个活，挣的钱给他们交房贷，这样多好。只要你现在为我妈生日那天的事情跟她道个歉，我就让林浩把这个活交给你，而且同意你搬回来住。妈，这可是我们给你的机会，咱们都各退一步，以后还是和和睦睦的一家人。机会？什么机会？回来继续看你们的脸色，吃剩饭当老妈子伺候你们全家的机会。现在你们还想让我当提款机？你们可真有脸说得出口！苏桂兰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别人给脸不要脸，我们好心接你回来，你还不领情是吧？就是不知好歹的老东西，要不是林浩，我看你在外面的可怜巴巴的，谁愿意管你的死活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好心帮你找活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还把话说的这么难听。我们养着你，让你给家里做点贡献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养我？你们什么时候养过我？小浩，你爸走的时候你才8岁，为了把你拉扯大，我每天打3份工供你上学。你结婚的时候，我把老家房子卖了，给你交首付买了现在的房子。你过生日让我做一桌子菜，我忙前忙后，连桌都不能上。我过生日吃碗面，你们说我自私，凭什么？我在你们家当了这么多年免费保姆，每天5点起床，晚上12点才能睡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，家里所有的活都是我一个人干。我被你们赶出门这么多天，你们不闻不问，现在知道我还有点价值，让我给你们挣钱还房贷，你们做梦！苏桂兰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作为一个当妈的，给你儿子家里干点活就委屈你了是吧？这些年你在我们家，我们缺你吃喝了吗？就是，我女儿吃吃喝喝养你这么多年，现在让你挣点钱补贴家用，怎么了？你话说的这么好听，怎么没见你把你的退休金拿出来给他们交房贷？你林浩，你瞧瞧，这就是你妈。当初我就反对让她住进来，你非不听。现在好了，养了她这么多年，不但不领情，还反咬我们一口，真是个白眼狼。妈，虽然我是你儿子，但你说的也太过分了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这些年伺候你们已经伺候够了，这个保姆我不想当了。没有你们，我一个人也能活得很好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林浩，把那个东西拿出来。那你真要拿出来？拿出来！妈，你非要把话说这么绝吗？今天你要是不跟曼妮妈妈道歉，接下这个活，你以后就不是我妈了。没错，你不是说你一个人也能活得好吗？以后你老了病了死了都没人给你送终。妈，你就服个软行吗？别逼我了。断绝关系证明，
看来你们始终都没把我当人看。好，从今天起，我就当没养过你这个儿子。你妈这老骨头还真是油盐不进，我都答应让她搬回来住了，她竟然还不领情。都怪你，非要让我把断绝关系书拿出来，这下好了，把我妈彻底逼走了。我只是想激她一下，谁知道你妈她这么硬气。我妈要是不回来，以后家里的活谁干，饭谁做？你跟我急什么？谁爱做谁做。刚才你妈在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这么吼她啊？好了好了，小浩你着什么急？你妈那个收银员的活能干得了几天？等她过不下去了，到时候还不是得乖乖求你们接她回来？妈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关键是我这项目书的翻译怎么办？要是因为这个方就来搞砸了签合作，我这工作都得丢了。急什么？不就是一翻译个外语？曼达大学也是英语专业的，我们母女俩一块帮你，还搞不定这点小事儿？对啊，林浩，有我和妈在，肯定没问题。不过要是我们帮你搞定了这个项目，你得给我买最新款的包包，就上次我看中的那个。行，只要你们能把这事办好，我给你买2个。这个文件明天上午开会就要用，你们尽快赶紧弄出来，别耽误了。我先去房间准备别的项目资料。妈，这是法语文件啊，我大学学的英语，上面写的我一个词都看不懂，您能看懂吗？我倒是稍微懂一点点法语，可这上面都是专业术语，我平时也没接触过，我也看不懂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根本翻译不出来，要不去跟他说说好话，让他来做。找他？那不就是跟他服软了？等他回来了，以后还有你的好日子过？不行。那这文件翻译该怎么办？咱都已经答应了林浩了。没事儿，大概意思翻译一下就行了，反正林浩他们公司的人也都看不懂。那万一给人家翻译错了怎么办？林浩他工作会不会受影响啊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出不了事儿。王总，多亏了我爱人和我岳母，您要的项目书文件已经翻译好了。太好了，一会儿合作方就要来公司洽谈项目合作，到时候还得麻烦2位担当会议的同声翻译工作，辛苦你们了。妈，不是只翻译文件就行了吗？怎么还要同声翻译啊？我怎么知道？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。好了，人都到齐了，那咱们开始开会吧。2位，麻烦你们先把我们公司的技术方案跟我们的合作对方翻译一下。妈，你去，我根本就看不懂，我也不懂啊。 2位，麻烦快一点，对方的时间很宝贵。好的，王总。这个文件说的是，我们的技术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王总，你们的翻译看样子不太专业。刚才我看了你们给我的项目书，老实说，我根本就看不懂。刘老师，你到底懂不懂法语？王总，如此重大的合作会议上，贵公司就找了这么一个不专业的翻译，我认为你们根本就不重视这次合作。不，陈总，您误会了，我们公司对这次的合作非常重视。王总，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了。贵公司连专业的技术翻译都没有，我对你们公司的能力也深表怀疑。陈总，麻烦您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，半个小时内我一定找到合适的翻译过来。好吧，半个小时后，希望我们的合作会议还能顺利进行下去。林浩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就是你给我找的专业法语翻译？王总，对不起，我让您失望了。如果这次的项目黄了，你也不用在公司干了。陈秘书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花多少钱，半个小时内必须给我找到个专业的法语翻译。好的，王总，我这就去联系本市的翻译公司。陈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放心，翻译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尽全力找了，相信很快就能找到。王总，前几天我刚好遇到一位非常专业的法语翻译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叫他过来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麻烦陈总您跟他联系一下，不管他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答应。喂，苏老师，是我。阿姨，我这里有一份翻译的工作，您能来帮忙吗？除了您，我实在是想不到谁能胜任了。做完之后，不管多少钱都可以。好，我现在就过来。曼迪，我把项目书给你们的时候问题呢？你吼什么？我跟我妈不也是为了帮你吗？你给的项目书我们不是都翻译出来了？谁知道你们公司还要做同声翻译？这也不能怪我们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没听见刚才对面怎么说的吗？你们翻译的项目书就是一坨狗屎！现在好了，你们害得我都要被开除了。苏桂兰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不在你的破便利店做你的收银，来我们公司干什么？怎么？你是想来公司把家里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，让你儿子丢工作是吧？我是受公司邀请来担任本次商务谈判的法语翻译。有人邀请我来做法语翻译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什么？法语翻译？邀请你？苏桂兰，我看你就是来捣乱的吧？妈，你别在这捣乱行不行？这可是我们公司几千万的合作项目，你来这胡搞瞎搞，我以后在这个行业都混不下去了。苏老师，您来了。苏老师，怎么回事？王总怎么对我妈这么客气？难道他真的请我妈来做翻译？这怎么可能？
得了吧，就你妈那样子，还能给人家当同声翻译，笑死人了！她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吧？一个只会拖地做饭的农村家庭翻译，我一个外语学院的副教授都干不了同声传译，她要是能行，我把脑袋割下来给她当球踢。我妈她确实不可能懂这些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王总肯定是搞错了。林浩，你赶紧劝劝你们王总啊，万一等会儿真让你妈上去翻译，到时候她把合作搞砸了，咱们家也跟着一块丢脸。是啊，林浩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她一个农村妇女上去，那不就是瞎胡闹吗？到时候她丢脸就算了，别害得你把工作给丢了啊！王总，等一下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了？哪里搞错了？她就是个乡下出来的家庭妇女，根本就没读过多少书，更不懂什么法语翻译。您让她来做这么重要的翻译，万一搞砸了，咱们公司损失就大了。林浩，别人请我来这里帮忙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别在这里胡闹了！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吗？这可是几千万的单子，赶紧走！就是，你可别在这添乱了，到时候不但害得林浩在公司里丢脸，还有可能让他丢了工作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劝您还是识趣点，自己走吧，别等会儿上了台一句都翻译不出来，搞黄了人家的合作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你们这么说苏女士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王总，您不知道，她根本就不可能懂什么法语翻译。够了，我相信专业水平。林浩，你在这里质疑诋毁她，难道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林浩，我说过，以后我做什么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，我有没有本事也不是你说了算的。苏教师，您和他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儿子。苏女士，你们母子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王总，先开会吧，这些私事不重要，别耽误了你们公司和小陈的合作。好，请。王总，我劝您再好好考虑一下。我妈她就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除了干家务什么都不会，她怎么可能懂什么专业法语翻译？是啊，王总，我跟他住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他说法语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，到时候给您公司造成损失。王总，我最清楚他的底细。当年要不是我女儿好心把他从乡下接过来，他现在还在乡下种地呢。够了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林浩，苏女士是陈总亲自跟我举荐的人选，陈总作为合作方，跟我们一样看重这次合作，他怎么可能拿几千万的项目开玩笑？陈总亲自举荐的，他可是跨国集团公司的项目负责人，我妈怎么会认识他这样的人物？这怎么可能？苏女士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次时间比较紧，陈总那边还在会议室里等着，我最多能帮您争取半小时的时间来熟悉项目资料。如果需要安静的环境，我可以先出去。不用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去会议室吧。您是说你已经看完了？看完了。苏女士，这个项目对我们公司非常重要，您可别开玩笑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上面的每一个参数都不能翻译错了。您要是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我可以跟陈总求情，看能不能给您争取1个小时的时间。不用了，王总，我给别人做翻译的时候从来没出过差错，放心吧。王总，合作方让我来询问一下，会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？那好吧，苏女士，一切就拜托您了。请。陈秘书，赶紧去我办公室一趟，苏女士忘了带上我们的项目文件。好的，王总，我这就去。不用了，王总。不用。苏老师，您不看项目文件，待会儿怎么翻译？我翻译的时候不喜欢带着文件，你们项目书里所有的内容我都已经记在脑子里了。您全部都记住了？不可能，那可是有40多页的专业技术文件啊！您就翻了2分钟全记住？苏女士，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陈秘书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苏女士，我马上把文件给您拿过来。谢谢你，不过真的不用了。王总，这……那就听苏女士的安排。陈总，我们开始吧。陈总，
首先，非常欢迎贵公司团队远道而来，我们公司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。接下来由我们的技术总监为您介绍具体的合作方案。我们的良率可以达到98.2%，封装厚度控制在0.8毫米以内，功耗比行业平均水平低15%，交付周期为3个月。你们 nous m'avez vu disparition thermique des piches。晨曦小姐问我们的芯片散热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？如果出现不良情况，我们有没有售后解决方案？苏女士，您是我见过的最专业的翻译，您的法语水平甚至超过了我这个从小在法国长大的人，太棒了。陈总，那我们的合作是否？我同意和贵公司合作。多亏了苏女士这样专业的翻译，我对贵公司的技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太感谢您了，陈总，感谢您愿意给我们公司这个机会。这个项目对于我们公司那可是至关重要的。王总，我觉得您最应该感谢的人不是我。陈总，您的意思是苏女士？说实话，王总，你们之前请来翻译让我贵公司没有任何合作的诚意。原本我是打算放弃这次的合作。是，陈总实在抱歉，之前那个翻译是员工临时找来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其实根本就无法担任翻译，实在是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其实是苏老师的出现让我改变了主意。他的翻译不但精准，而且对行业术语的解释也极为娴熟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优秀的翻译。是，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他。说来惭愧，我之前居然还怀疑苏女士的能力，现在想想还真是惭愧。王总，我觉得这样一位人才，您务必要好好感谢下。希望您不要因为年龄对他有所怠慢。一定，像苏女士这样的专家，我们一定不会亏待。苏女士，您等一下。王总，还有事儿吗？苏老师，今天真的是多亏您了。苏老师，这是您今天帮我们翻译的报酬，10万块，请您收下。不用，王总，这也太多了，我就是来帮个忙而已，怎么能拿这么多钱？不多，一点也不多。苏老师，您帮我们公司保了几千万的合作项目，这10万块根本不值得一提，请您一定要收下。是啊，苏，要不是您，我们公司这次可就泡汤了，这是您应得的，您就收下吧。那好吧，那就谢谢你们了。苏老师，应该是我谢您才对。对了，苏老师，我可以加您微信吗？今后我们公司还有翻译的活想让您帮忙，到时候我联系您。王总，微信就不加了吧？实在不好意思，苏老师，我知道您这是不愿意被人打扰吧？是我唐突了。王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不愿意，我这手机上没有微信。苏老师，您就一直用这个？是的，这手机我用了10年了。苏老师，您这可有点跟不上时代了，现在连小学生都用智能手机了，您这种老年机现在没人用了。我对手机这东西没什么要求，能打电话就行。再说智能机不便宜，我以前也不舍得买。那苏老师，我留一个您的联系电话吧，今后咱们经常联系。行，苏老师，我待会儿还要跟陈总签合同，我先上去了，改天我再好好谢谢您。陈秘书，开我的车把苏老师送回家。好的，王总，苏老师您稍等，我马上把车开过来。王总不用，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就行。哎呀，苏老师，您就别跟我客气了，您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小浩，我这手机最近接电话听不清，想换个便宜的手机，几百块的就行。妈，你换什么手机啊？家里开销这么大，哪有钱给你换手机？妈，家里的房贷车贷都要花钱，你这个手机我看还能用，你将就着用吧。那我用你们以前不用的手机也行。那些都是智能手机。妈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学年轻人用什么智能手机啊？老公，你看这件裙子好看吗？才2000块钱，一点都不贵。好，只要老婆你喜欢，多少钱都买。陈秘书，麻烦你在前面的商场停一下，我想给自己买个手机。好的，苏老师。
曼妮，停车，那不是苏桂兰吗？还真是他，他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走，进去看看。你好，女士，请问想看什么手机？我们这里刚好来了一批最新款的旗舰智能手机，您要不要看看？麻烦把这款拿出来看看。哟，苏桂兰，你也来这儿看手机？这儿的机型可不便宜。你不是给人家当翻译去了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看你是搞砸了合作，想在这儿歇脚吧？请问这款手机多少钱？女士，您看的这一款是刚上市的旗舰机型，售价近万元。这手机近万元，我自己都舍不得买，你碰坏了赔得起吗？别毛手毛脚的，到时候我可不会帮你兜底。就是近万元的手机，可不是你能随便碰的。服务员，我劝你们可得盯紧点儿，别让毛手毛脚的碰坏了机子，到时候算谁的？你们两个有完没完？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就别在这碍事儿！什么？你还敢嫌我们碍事儿？苏桂兰，我们可是好心提醒你别碰坏东西，到时候赔不起，别连累旁人。就是有些人啊，最好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别什么地方都敢乱闯。谁说我买不起？我就要这款，麻烦帮我打包。好的，好的，女士，我这就给您打包，您稍等。等一下，你哪里来这么多钱？就是你一个便利店的收银员，怎么可能拿出来这么多钱？这钱来路清楚吗？什么叫来路不清楚？这是我自己的钱。你自己的钱？不对，我知道了，这些钱该不会是拿了我家里的吧？我再说一遍，这是我自己的钱，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你身上明明就没什么钱，现在一下子拿出来这么多，不是拿了我家里的还是什么？苏桂兰，你花这种钱心里踏实吗？你胡说！这些钱是我自己挣的。你挣的？哈哈，你一个做收银的，在超市里干收银能挣1万块。你要说是你偷偷求林浩给你的，我还能勉强相信。我在你们家当了20年免费保姆，你们什么时候给过我1分钱？以前我手机坏了，找你们要几百块钱想买个新的，你们都不愿意给。结果呢？转头你就给自己买了2000块的裙子，又给你妈花12000买了个按摩椅。你少跟我说这些废话，苏桂兰，我劝你赶紧把事情说清楚，不然我现在就报警，让警察来查明白，到时候谁理亏谁难堪。你报啊，到时候看看是谁丢脸。苏老师，怎么了？这里出什么事了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是谁？我见过他，他好像是林浩公司老板身边的秘书。哎呀，原来是王总的秘书啊！这人的钱来路不明，陈秘书您可得帮忙管管。来路不明，苏老师的10万块明明是王总亲手给的，你们凭什么随便质疑？什么？王总给的？什么？10万？这钱原来真的是挣的啊！误会都是误会。亲家母，你也真是的，挣了这么多钱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，害得我们冤枉你了。是啊，妈，你看你挣了这么多钱，怎么还拿着乱花呢？这里的手机这么贵，就别买了。林浩还房贷压力大，这些钱你要不交给我跟林浩吧，还贷款吧。是啊，亲家母，你看你住在外面也不方便，你把这10万块给我们。以后还是搬回来住吧，外面再好，哪有自己家住着舒服？妈，您现在能挣钱，以后不如都交给我来保管。现在外面骗子多，钱放我这里，大家都放心。当初你们把我赶出去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说的？
现在看我有钱了，让我把钱给你们，回去继续给你们家当免费保姆，被你们嫌弃，过看人脸色、受尽委屈的日子。我告诉你们，门儿都没有。这些钱是我自己挣的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我就算把钱花在别的地方，也不会给你们一家人1分钱。苏桂兰，你以后可别后悔。苏老师，您就住在这里啊？是啊，这里就是旧了些，房租便宜，1个月才300块钱。陈秘书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我先上去了。苏老师他一个这么优秀的翻译员，怎么住这么简陋的地方？不行，我回去得跟王总汇报下。陈秘书，你回来了，把苏老师安全送到家了吗？送到了，不过王总，苏老师住的地方实在太简陋了，我实在难以相信，这么优秀的人竟然住在那种地方。还有刚才，太过分了！这一家人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陈秘书，苏老师的儿子就是咱们公司里那个林浩吧？是的，王总。他现在是什么职位？王总，林浩现在是负责项目对接的组长，要不要我帮您叫他过来？先不用，你先去查一下这个林浩在公司的工作情况，越详细越好。我要看看他在公司里干了些什么。好的，王总，我马上去查。王总，查清楚了，林浩在公司的这3年有过2次重大工作失误。2次？说说看。去年3月份，林浩负责对接一个项目，把客户的报价单错发给竞争对手的公司，导致客户拒绝合作，公司直接损失300万。这事情后来是怎么处理的？林浩把责任推给新来的实习生，那个实习生被开除了。继续说。第2次是今年1月份，林浩负责的项目因为管理不善，进度拖延了2个月还没有交付，导致对方取消合作，公司损失500万。这件事怎么处理的？林浩把责任甩给技术部门，导致技术部总监和5个核心技术员集体离职，技术部门差点瘫痪。真是失职失德，给公司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还导致核心人才流失。这个林浩不光能力不达标，品行更有问题。王总，要不要我通知人事部那边，现在就把他开除？这种人留在公司，迟早还会捅出更大的篓子。不，现在开除太草率了。那王总，您的意思是？你去通知人事部，把林浩提拔为项目总监，月薪5万，再给他配一个独立办公室。啊？提拔他？王总，您这是……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这种人做到更高的位置上，才更容易暴露全部问题，到时候依规彻查到底，才能连根处理干净。明白了，王总，我这就去办。原来智能手机是这么用的啊，也没什么难的，不过确实比我那个用了10年的老年机方便多了。苏老师，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，没想到您先打过来了。小陈，今天我帮你们翻译，拿了10万块奖金。要不是你推荐我，我现在还在便利店上班，也挣不到这笔收入。苏老师，您太客气了，上次您帮了我大忙，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。今天刚好借着这个机会还您的人情了。上次那只不过是小事儿，你这人情让我一下子挣了这么多钱，我可得好好谢谢你才行。明天我请你吃饭，你想吃什么随便点。苏老师，您别谢我了，如果今天没有您的帮忙，我们公司也谈不了这次的合作。其实应该是我感谢您才对，必须是我请您，就这么定了。这，好吧。苏老师，明天您有时间吗？当然有，
我现在不在超市干活了，每天都有时间。那太好了，明天上午您来我公司一趟，我们楼下有一家不错的餐厅，那里的牛排和鹅肝特别好吃，您肯定喜欢。高档餐厅，那里的菜都不便宜吧？不行不行，让你太破费了，我们随便找个小饭馆吃点就行。苏老师，您就听我的安排吧，明天上午我在公司等您，您可一定要来啊！就这样，挂了。您好，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姓苏，我找你们公司的陈曦。您找陈总，麻烦您稍等一下。您就是苏老师吧？我们陈总让您上去，他在18楼等您，电梯在那边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要把利益最大化。我同意。欧洲总部给我们的预算价位是3000万，如果能把价格抬高，我们可以获得丰厚的。没错，到时候总部也会奖励我们。但是他们不同意怎么办？我们没有其他选择。别担心，合作方对行业细则和国际报价不熟悉，只要我们拿出专业姿态强硬推进，他们大概率都会答应。小声点，这里还有其他人。别担心，他就是个普通来访的人，怎么可能听得懂专业的商务语言？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苏老师，您来了。小陈，我没打扰你工作吧？您怎么会打扰我工作呢？苏老师，真对不起，现在突然有个紧急会议要开，您先在我办公室里坐一会儿，我半个小时就解决好。开完会，我带您去吃好吃的。没关系，小陈，你先忙你的，我多等一会儿也没事儿。苏老师，我很快就回来，您要是有什么事儿，随时可以让秘书去会议室叫我。好的，小陈，你快去忙吧。这不是电梯里的那2个人吗？关于这次的技术授权合作，我们公司经过反复评估，认为4000万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。我们愿意一次性付清全款。不行，4000万太低了。我们的技术是全球最先进的，不能低于5000万，否则免谈。5000万？据我所知，贵公司给欧洲其他公司的报价也才3500万，为什么我们就要付5000万？国内市场情况不一样，如果你们不愿意接受，那么我们就去和其他的公司谈。陈总，虽然对方报价有点高，但技术在他们手上，我们没有办法。贵公司的报价实在太高了，我们需要内部商量一下，请给我们点时间。可以，不过我们的时间很宝贵，你们只有10分钟时间。4500万，这已经是我们的极限，再高我们就没有利润。不可能，要么5000万，要么合作取消。陈总，算了吧，4500万，4500万和5000万差不了多少，要不然就答应他们吧。是啊，陈总，我们现在需要对方的技术，等我们完全掌握他们的技术以后，就不用看他们脸色。现在先忍一忍吧。好吧，那我们……等等，我们改主意了。我觉得你们并不重视这次合作，所以我们决定价格涨到6000万。你们太过分了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商业诚信。没办法，谁让你们需要我们的技术呢？要么签6000万的合同，要么现在就走，你们自己选。或者，我可以给你们另一个办法。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这里有一份用6国语言书写的协议，只要你们能在10分钟内找出里面的一个漏洞条款，我们就愿意把价格在最终确定的基础上再降低1000万。
你看看能不能找出漏洞。陈总，不行啊，这里面每一页都混合了6种语言，还有很多专业的术语，10分钟内看完根本不可能。不要白费力气，你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。要么签6000万的合同，要么我们现在就离开。你们这是在羞辱我们！陈总，算了，忍忍吧。只要合作签下来，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出这口气。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没看到我们在开会吗？保安，保安在哪里？快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！苏阿姨，您怎么过来了？这是我请来的客人，我先带他出去。苏老师，我这里要稍微耽误一小会儿，您要是饿了，我让秘书先带您去西餐厅吃饭。我在外面都听到了，这2个人根本就没有合作的诚信。苏老师，这是我们公司的事情，跟您没有关系，我会解决的。不，跟我有关系。他们明明也是龙国人，非但不因此为荣，还崇洋媚外。我想让他们知道，龙国人不比任何其他国家差。陈总，你们公司是怎么回事？这么重要的合作现场，你们就这么让外人随便进来打断？ Ich bin keine Reinigungskraft。你能听懂德语 ？Natürlich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可能听懂我们的话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的报价我们不同意，我们最多出价3000万，希望你们接受。什么？3000万？陈总，这不是添乱吗？刚才人家要6000万，3000万一下砍一半，简直是胡闹！他以为在菜市场砍价吗？你们先安静，我相信苏老师。3000万，做梦！我们的技术多少公司抢着要？不接受报价，合作到此为止。是吗？那就取消合作吧。陈总，您还不阻止吗？他都把那2个外企代表惹怒了，他根本不是我们公司的人，凭什么我们决定取消合作？建议立刻把他赶出去。苏老师，您相信我。好。陈总，3000万对面不可能同意的，公司已投入不少前期成本，不合作会损失几百万。陈总，我不是质疑您，但这人太冲动了，自作主张取消合作，简直是胡闹！都别吵了，从现在开始，这次公司与外企的合作谈判，我全权交给这位苏小士。什么？陈总，这么重要的合作谈判，您怎么能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？陈总，您怎么也这么冲动？如果合作谈崩了，给公司造成损失，这个责任由谁来负责？我来负责。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，所有的后果由我一人承担。苏老师，您不要有压力，一切后果由我承担。放心，小陈，我不会让你有损失的。你们在电梯里说的话，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别担心，这些龙国人很愚蠢，只要我们态度强硬，他们什么都愿意答应。这是你们说的吧？我还知道你们能接受的底价只有3000万。我们的预算你不可能知道。你们自己在电梯里已经告诉我了，你们忘了吗？现在你们是否能接受3000万的价格？不，我们还是不接受。我们的技术是全球最先进的，没有我们，你们根本找不到替代方法。你们所谓的最先进技术，散热模块存在严重专利纠纷。3个月前，你们总公司在欧洲已经被竞争对手起诉，一旦败诉，这项技术将被禁止出口。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我前2天上网，无意中看到过你们总公司的专利诉讼公告。所以，3000万，不是我在求你们，是你们在求我。该死！他什么都知道了。 3000万，
这是我给你们的报价，你们有3分钟考虑，时间一到，我立刻离开。我的天，他真的把那2个外企代表镇住了。3000万，说不定真能成。苏老师，您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？时间到了，你们考虑好了没有？3000万，不同意，谈判到此结束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你就不怕我们真的去跟其他公司合作？如果你们有其他选择，早就走了，不会坐在这里跟我讨价还价。你不要得意，就算暂时没找到其他公司，但我们有技术，一定会有公司同意我们的要求。那请便。怎么办？总公司给的死命令，务必完成这次合作，失败了我们回去会被惩罚。该死！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女人能听懂德语，底牌都透露给对方了。2位朋友，时间有限，我再给3分钟考虑，要么接受3000万，要么请离开。你别太过分了。还有2分50秒。好，3000万就3000万，是我小看你了，算你狠。什么？他们真的同意了？3000万，3000万就把对方的技术拿到手了？我说过了，我相信苏老师，他肯定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。你们赢了，赶紧签合同。这地方我们不想再继续待下去了。陈总，多亏了这位苏老师啊，一下子为公司省了3000万，整整3000万啊！太好了，终于谈成了。等等，先别签。苏阿姨，怎么了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刚才说这份协议里面有漏洞，说的应该是第17条第3款，对吧？这不可能，这里面有6个国家的语言，你怎么可能看得懂？这里写的是技术授权范围包括现有技术，但没有明确包括后续的技术升级。如果你们升级了技术，我们想要使用，还要再花至少2000万买授权。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花3000万买的只是过时的技术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淘汰。这是行业惯例，所有技术授权都是这样的。行业惯例，不好意思，这样的条款我们一般叫做霸王条款，这一条你们必须更改。苏阿姨，您不仅会法语和德语，还能看懂这份协议，您到底会多少种语言啊？也不算多，汉语、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俄语、阿拉伯语、日语、西班牙语8种而已。天哪，8种！法国语言，我的天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位苏女士真是深藏不露啊！苏老师，您真的太厉害了！我学了10年，如今也只会说英语和一点点中文，您就是我的偶像。现在这份协议上的漏洞如果不修改，那我们也拒绝跟你们合作。好，我们改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记得你们说过，找出这份协议上的漏洞，你们还要降价1000万。你们说话做事一向严谨，不会赖账吧？好，2000万就2000万，我们接受。苏阿姨，您太厉害了，您帮我们公司挽回4000万的损失，整整4000万啊！您真是我的大恩人。曼妮，妈，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涨工资了，涨到了这个数。涨了500块，瞧你那点出息，涨500块也值得你高兴成这样。什么500块？你们自己看，我被提拔为技术部经理了，以后每个月工资5万块。真的？技术部经理？天哪，老公你太厉害了！当经理了，女婿你可真厉害。这以后我要是跟别人说我女婿在大公司里当经理，说出去都有面子。老公，今天必须好好庆祝一下。我们去市里那家最高档的西餐厅吃饭怎么样？没问题，今天我请客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以后咱们的好日子要来了，那种地方以后咱们要经常去。苏老师，您先慢慢看，想吃什么您随便点，我先去下洗手间，马上就回来。
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苏桂兰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这里可是高档餐厅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苏桂兰，你别以为你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挣了10万块就了不起了。看你又是买手机，又是吃西餐的，你那10万块恐怕早就花光了吧？一会儿有钱结账吗？妈，你挣了10万块钱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这里消费这么高，根本就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赶紧把钱给我。对，你赶紧把钱给林浩。你要是想吃这里的东西，等会儿我们吃剩下的给你吃就好了。我自己挣的钱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凭什么要给你们？凭什么？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挣的钱难道不应该上交吗？林浩可是你儿子，你挣的钱不给他给谁？难不成还要带到棺材里去？我知道了，他身上的钱肯定早就花完了，现在来这里是来吃霸王餐的，要不然他怎么可能不把钱给林浩？妈，你真的是来吃霸王餐的？你赶紧走吧，要是一会儿结账的时候你没钱付，我可不会管你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老太婆没钱，还来高档餐厅吃饭，想吃霸王餐。服务员，过来。你好，女士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这个老太婆是来吃霸王餐的，她根本没钱付账，赶紧把她赶出去，别影响其他客人吃饭。不会吧？这年头还有人在这种地方吃霸王餐？我看着也像，那老太太一看就不像是能在这里吃饭的人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难怪现在的人都说坏人变老了，我看这人就是。我看谁敢让他走！你是谁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少在这里多管闲事。就是，我们家的家事，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插什么嘴？我是这家餐厅的老板，我请苏阿姨来我自己的店里吃饭，有问题吗？你是这家餐厅的老板？你骗人！这家餐厅的老板前几年见过，那明明是个外国人，怎么可能是你？这家餐厅是我去年收购的，你没见过我有问题吗？王经理，到大厅来一下。陈总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把这3个无理取闹的人赶出去，以后不准他们再踏入这家餐厅。是，陈总。保安，过来！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赶我们走？我们是来吃饭的！苏桂晴，你给我等着！妈，我是你亲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苏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我擅作主张把他们赶出去了。他们说的话太让人生气了，我实在是没忍住。没事儿，你干得漂亮，刚好替我出了一口气，我还想谢谢你呢。苏阿姨，您真的太厉害了，这次要不是您，我们公司不仅要多花4000万，还要被他们的霸王条款坑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你当初帮了我，我帮你也是应该的。苏阿姨，您的语言能力这么强，我真的很佩服您。我想正式聘请您担任我们公司的全球首席翻译，负责所有的国际合作项目和涉外谈判，年薪500万起步，配一辆奔驰 S 级专车和一个专职助理，每年还有3个月的带薪年假。您想去哪里旅游都可以，所有费用公司报销。年薪500万，我哪里值这么多？小陈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一点都不多。以您的能力，年薪1000万都不为过。您不知道，现在像您这样精通8国语言，还懂国际法律和商务谈判的翻译有多稀缺。谢谢你了，小陈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这个职位我不能接受。为什么，苏阿姨？是对薪资不满意吗？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满足您。不是的，你的待遇已经非常好了，我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。那您为什么不愿意啊？
我打算自己开一个翻译工作室。开工作室？我年轻的时候在外交部工作了10几年，后来为了照顾儿子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当了20年的家庭主妇。原来您年轻时候这么厉害，怪不得精通8国语言呢。那苏阿姨，您现在的年纪是要打算自己创业吗？对，我知道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有能力，但是因为重重原因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。我想给这些人提供一个平台。原来是这样，苏阿姨，您真的太伟大了。虽然我很希望您能来我们公司，但我更支持您的想法，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比什么都重要。谢谢你了，小陈，或许只有你能理解我。您放心，以后我们公司所有的翻译业务全部都交给您的工作室，我还会把您介绍给我所有的朋友和合作伙伴，保证您的工作室以后有接不完的单子。苏阿姨，您现在住的地方太简陋了，又潮又暗，连个窗户都没有，长期住在这里对身体不好。没事儿，我已经住习惯了，这里便宜，1个月才300块钱房租。苏阿姨，这个您拿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市中心星河湾小区的一套别墅，送给您了，您搬进去住吧。不行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这我不能要。苏阿姨，您就收下吧。您帮我们公司挽回了4000万的损失，这套房子根本不算什么。而且您开工作社也需要一个好的环境，总不能开在这里吧？还是不行，我不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。苏阿姨，您要是不收，就是不把我当朋友，我可要生你的气了。那好吧，谢谢你了，小陈，我就当是租你的房子，以后你要是打算收回去，我随时搬走。苏老师，我是陈总的秘书小徐，陈总让我送您去星河湾，车在那边等着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对了，这是别墅的钥匙和门禁卡，苏老师您收好。住了几十年老房子，一下子就要搬去别墅，我这心里还真有些不习惯。苏老师，您帮了我们陈总这么大一个忙，这是您应得的。小陈，这星河湾的房子一套要好几千万吧？您那套是独栋别墅，市场价5000万。5000万，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苏老师，以您的本事，以后挣5000万也不是难事儿。老公，这里的房子我早就看中了，今天咱们必须把它拿下。放心，我现在是技术部经理，月薪5万，月供3万多，咱们还是负担得起的。苏桂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有我的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妈，你说什么胡话？这里可是星河湾，最便宜的房子也要好几百万一套，你怎么可能住得起这里的房子？我知道了，你应该是来应聘保洁的吧？也是，扫地、擦桌子、打扫卫生这些家务活，还真是你擅长的事情。阿姨，抱歉，我们这里是售楼部，您如果是应聘保洁的，麻烦去后门问问物业。这老太婆怎么进来的？保安也不拦着。肯定是走错了。妈，你赶紧走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这里就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跟曼西以后要在这里买房子，你要应聘保洁，去别的地方，别闹了。我不是来应聘，我是来收房的。收房？妈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里的房子你知道多少钱一平吗？你怎么可能在这里有房子？这房子是朋友送我的。送你？送你一套星河湾的房子？苏桂兰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呢？谁会这么傻，白送你一套房，还是这里的房子？阿姨，请您出去，别打扰我们接待贵宾，否则我叫保安了。我在这儿有房子，凭什么出去 ？A 区7号那栋就是我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样？是不是查无此人？赶紧叫保安把他赶出去！苏女士，您就是 A 区7号的新业主。是我。苏女士，怠慢了。
我是这里的销售经理，您有任何需求随时吩咐。这大姐真是这里的业主啊！刚才那女的还说人家是保洁，真是狗眼看人低。我不信，你们的系统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的系统不会出错。A 区7号确实是这位苏女士名下的房产。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这房子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这跟你们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你突然有了几千万的别墅，你说没关系？你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妈，你是不是干什么违法的事情了？混账东西！我苏桂兰本本分分一辈子，你竟然这么想我！那你倒是说，这房子谁给的？是谁送的，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苏女士，需要我现在带您去验房吗？钥匙和门禁都激活好了。好，带我去看看。跟着去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在演戏。妈，你今天为了撑面子，连这种谎都敢撒。等会儿要是进不去门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林浩，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今天才发现，当初养你还不如养一块叉烧。走，今天必须当众揭穿他。苏业主好，欢迎回家。苏女士，请。真的让他进来了？难道这里真是他住的地方？不可能，肯定是租的，肯定是。苏女士，欢迎回家。我们已经按照陈总的吩咐把房子收拾好了。我的天，这沙发，这吊灯，妈，这房子真是你的？房产证已经写了我的名字，你说呢？妈，您看您有了这么好的房子，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啊？告诉你们，然后把房子过户给你们，你们再把我赶出门。瞧您说的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。妈，您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多冷清啊！您年纪大了，需要人照顾。我和曼依搬进来，正好伺候您。对对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当然要住在一起啊。苏女士，请问您有什么吩咐？把这2个人轰出去。是，苏女士。妈，你干什么？我是你儿子！放开！你们弄疼我了！抱歉，苏女士说了，请你们立刻离开。妈，你就这么狠心？这房子这么大，我们搬进来住怎么了？空着，我养几条狗，也比养你们强。苏桂兰，你以为你认识个有钱的小姑娘就了不起了？老公，买，必须买！买比苏桂兰那栋更大的房子，这口气我非得出了不可。曼妮，那栋是别墅，这里最大的平层也没它贵啊。我不管，反正我比它差。我要那套顶层复式。林先生，这套顶层复式400平带空中花园，总价3800万。3800万，月供得多少？首付1200万，月供大概7万。我月薪才5万，这你怕什么？你是技术部经理，以后还能涨。再说了，你妈那套别墅迟早是你的，到时候卖了还贷款不就行了？可他刚才那个态度，他早晚得死。他一死，房子不都是你的？我不管，我现在就要买这一套，我不想丢这个脸。好，买，签意向书。女婿，这个包不错，我要了。阿姨眼光真好，这款包18万8。妈喜欢就好，包起来。老公，这条项链配我那套礼服正好。张太太，这条项链32万。刷卡。这个也好看，我戴着正合适。妈，这表太贵了，要25万。怎么，给你妈买块表都舍不得？你现在是经理了，还差这点钱？就是，你妈苏桂兰都住上别墅了，我妈也不能比她差。今天必须让我妈高兴。包起来。老公，明天再去把那套进口家具定了。等等吧，我工资还没发，今天开销已经很大了。这点支出算什么？你每年收入稳定，还有额外绩效呢。就是，以后家里房产总就是你们的，到时候置换，手头压力自然就没有了。可我妈之前的态度你们也看见了，现在并不愿意和我们亲近。她不想给你也得给，
你可是他亲儿子，等他死了，房子自然就是你的。他现在就是故意气我。明天上午9点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王总，是不是新项目的事儿？我这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。来了再说。王总的语气不太对劲儿。有什么不对劲的？你刚升职，肯定是好事儿，你别想那么多了。等会儿陪我出去一趟，我还要报个瑜伽班。你怎么了？心神不定的，你现在可是经理，能不能沉稳一点？我还是觉得心里有点慌。今天给你们刷卡的时候，银行给我发条短信，说我的信用卡额度已经用完了。林浩，怎么今天让你买点东西你就心疼了是吧？怕什么？过2天你不就发工资了吗？再还上就是了。再说你们王总器重你，你怕什么？可王总今天电话行了，你就是胆子小，睡吧，明天还要去买家具呢。王总，您找我，是不是新项目的事情要开始推进了？我这边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完成了，要不要拿过来给您看看？林浩，你来了，坐。王总，我昨天已经把新项目的方案做好了，您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过目。新项目，林浩，我现在还敢让你继续带项目吗？你先看看这个。王总，这是去年的项目记录，您怎么突然翻这个？去年3月，你错发报价单给竞争对手，导致公司损失300万。王总，那是实习生搞错的，跟我没有一点关系，我已经让他承担责任了。承担责任？事情明明是你搞砸的，你却让那个实习生被开除，你自己倒是全身而退。林浩，今年1月，你负责的项目拖延2个月未交付，客户取消合作，损失500万。这件事情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解释的？那是技术部的问题，他们效率太低，跟我也没有关系。我已经够了，你每次都把责任推给别人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那2次失误全都是你的责任，你不仅能力差，人品更差。王总，我可以解释的。解释？项目的失误你先不用解释了，你先给我解释解释，你为什么把生你养你的母亲赶出家门？您怎么知道？你做的那些事情，你们小区里都传遍了。你母亲生你养你，把你拉扯大，你是怎么对她的？你让你母亲当20年免费保姆，赶她出门，她自己挣的钱，你还逼她给你们还房贷。王总，那些都不是我的主意，我也是听我老婆和我岳母的话。林浩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你连一点责任都不敢承担，出了事就知道往别人身上推。身为儿子，你连自己亲妈都保护不了。公司里有你这样的人，我感到非常羞耻。在上面签个字，立刻给我滚蛋！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王总，求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以后好好工作。机会？你给过你妈机会吗？人事部吗？立刻起草开除通知，林浩从今天起不再是公司员工。王总，不要啊！求您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啊！我好不容易升到经理的位置，我不能被开除啊！林浩，我告诉你，我之所以升你，就是为了让你今天摔得更惨，让你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教训。你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，立刻离开公司，以后别再出现。王总，我求您，我现在真的不能失业啊！陈秘书，去叫保安进来。王总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家里还有房贷、车贷。拖出去！那不是新升的林经理吗？怎么被开除了？王总刚才骂他的话我都听见了，听说他把自己的亲妈赶出家门，这种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上的？王总，我认错，我给我妈道歉，你别开除我。林浩，苏老师被你们赶出门，你知道他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吗？你作为他的亲生儿子，却如此对待他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他过几天就会回来的，我没想到。林浩，苏老师是个令人尊敬的人，而你只需要知道，你是个不孝子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老公，你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？你快看看这个包好不好看？最新款才8万。女婿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你们王总叫你干什么？是不是又给你涨工资啦？完了，全完了。什么完了？老公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我被开除了。你说什么？开除？你上个月才升职，今天就被开除？
王总查到了我以前2次失误，还知道了我妈的事儿。你妈怎么了？这事儿跟你妈有什么关系？王总知道了我们以前对她做的事情，知道我们把她赶出家门。不可能，老公，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？你现在是经理，怎么可能说被开除就被开除？我没有骗你，王总亲自说的，人事部那边也走完流程了。废物！你这个废物！我当初怎么嫁给你？林浩，你现在被开除的话，那房贷怎么办？我们昨天买的包和家具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信用卡已经刷爆了，房贷每月3万2，车贷8000，信用卡通知了120万，手里只有2万块存款。2万块，连下个月房贷都不够！完了，银行会收房子的，那些奢侈品能退吗？定制家具已经下单了，退不了，包也退不了。都怪你们，非要逼着我买大平层，买奢侈品。怪我们？是你自己没本事保住工作，你要是有点用，王总怎么会开除你？等等，苏桂兰现在不是有钱了吗？苏桂兰，你们不是说她现在住着几千万的别墅吗？她肯定有钱，就算她手里没钱，那栋别墅一卖，一切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妈，她不会帮我们的，她昨天才把我们赶出来。她是你亲妈，她还能真看着你去死？只要我们装可怜，她肯定会心软。对，我们带上礼物去道歉，她一个老太太最吃这套了。她不会原谅我们的。不是怎么知道？要是房贷还不上，银行把房子收走，难道你想睡大街吗？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去买礼物，上门道歉。就买这些，太寒酸了吧？卡里就剩2万了，这些花了1000多。先拿这些试探一下，他要是心软了，我们再提钱的事儿。你到时候给我哭得越惨越好，老太太都吃这套。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你就说你知道错了，以后给他养老，求他帮我们还贷款。对，就说我们一时糊涂，以后一定孝顺他。站住！你们找谁？我们找苏桂兰，我叫林浩，是她的亲儿子，她是我妈。你是苏女士的儿子。对不起，苏女士吩咐过，她不见你们。你让我们进去，她是我婆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抱歉，苏女士交代过，你们几个她谁都不见，不能进。苏桂兰，你出来看看你儿子，你忍心看着我们死在外面吗？苏女士同意见你们，但只能在门口，不能进去。我就说他会心软吧，老公，一会儿可全看你的了。这次一定要把你妈哄好。妈，儿子知道错了，儿子不孝，求您原谅我吧。我现在工作没了，身上还背着一堆欠款，求您帮帮我吧。亲家母，我们一时糊涂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计较了。妈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我跟林浩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您，求求您原谅我们吧。曼妮、林浩、刘雪琴，你们当初把我赶出门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说的？你们让我签断绝关系证明的时候，又是怎么说的？妈，我们那是一时的气话，你是我亲妈，等你老了，我怎么可能不管你？你们以前对我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林浩，我给你们当了20年免费保姆，结果被你赶出门。我想问问你，那个时候的你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我当时鬼迷心窍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听曼妮还有我岳母的话，我真的。别叫我妈，别忘了，我已经跟你签了断绝关系书，你自己捅出来的窟窿，你自己补。桂兰，亲家母，林浩他真的欠了很多钱，如果还不上的话，我们连住处都没有了。求你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帮帮我们吧。你们死了这条心吧。我说过，我以后是生是死都跟你们没有关系，你们的日子过成什么样也跟我没有关系。管家，送客。妈，我是你亲儿子呀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下个月的房贷都交不上了，银行要收房子了。自作自受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苏桂兰，你不得好死！完了，真的完了。谁呀？大早上的。林浩先生，我们是银行委托的资产清算人员。这套房产因连续断供被法院查封，请你们立刻收拾个人物品离开。什么？断供？我们也没有逾期太久啊。逾期3个月，累计欠款96万，这是法院查封令。同志，你们行行好，再给我们几个月时间。我女婿以前是大公司的经理，他很快就能找到工作，很快就能把欠款还上了。据我们所知，林先生已经持续4个月没有任何收入，已经无力偿还剩余贷款，房子必须立刻查封。
再宽限几天行吗？我最近一直在找工作，说不定过几天我就去上班了。林先生，请你们一家人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否则我们只能采取强制措施。你们不能走，这是我们的家，我们交了首付的。请你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。你这个废物，连个房子都保不住，现在房子没了，我们以后住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作孽呀！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早知道这样，你们当初就不应该卖掉原来的房子，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没办法了，林浩，我先找个附近的酒店，咱们先安顿下来几天，再想想办法吧。曼妮，我手里只剩800块了。800块就剩这么点钱了，住酒店连1星期的钱都不够。林浩，你这个废物，早知道跟了你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当初说什么也不会嫁给你。这地方又小又暗的，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墙上还有虫子，我这辈子都没有受过这样的罪。妈，我们剩下的钱只够租这样的房子，剩下的钱还要吃饭，没办法了。林浩，你找到工作了吗？我投了300多份简历，都没回音。那个苏桂兰，竟然真的这么绝情，我们都那样求她了，林浩还是他亲儿子，他连一点情分都不讲吗？我也没想到他这么绝情。以前林浩只要一服软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生气了，谁知道他这次怎么就不肯原谅我们？林浩，妈，我突然想到了个好办法，说不定能从苏桂兰手里要点钱过来。什么办法？快说快说！我真的不想在这里住下去了。妈，这个办法得让您受点委屈，您装病。装病？对，而且还不能是小病，就说是癌症还是晚期。苏桂兰她心软，如果知道妈您得了这么严重的病，肯定不会见死不救。这能行吗？让我装癌症，苏桂兰真的能信吗？她昨天才把我们赶出来。妈，您相信我，苏桂兰要是真狠心，昨天就不会见我们。这是诈骗，万一被我妈发现，我觉得这事儿……发现什么？她不可能发现，只要去医院开个假证明就行了。我大学同学在医院当护士，能帮忙。可是，我觉得还是有点……妈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您身体本身挺好的，让您装得了癌症，是不是有点不吉利啊？不管了，现在哪还管什么吉利不吉利的？如果不从苏桂兰手里搞点钱，咱们3个过不了多久就得活活饿死。我先给我同学打电话，然后给苏桂兰报信，100万，只要他能给我们100万，我们就翻身了。张姐，检查报告我改了，显示肺部阴影，疑似晚期肺癌。谢了，姐妹，改天请你吃饭。张姐，要是被发现，我可是要丢工作的。放心，就几天，拿到钱我们就走，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。曼月，我觉得这事儿不靠谱。不靠谱？那你去挣钱啊，你去啊。喂，妈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我岳母她生病了，今天刚做完检查，医生说是肺癌晚期。你说什么？你们现在在哪儿？她在医院，医生说最多3个月，需要立刻手术，手术费100万。我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啊！哪家医院？市第3人民医院住院部3楼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别着急，我马上过去。苏女士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小陈，你现在有空吗？能不能陪我去趟医院？妈，您来了。妈，医生说了，必须马上手术，不然就……带我去看看。桂兰，你来了。亲家母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之前是我对不起你，看在我们好歹是一家人的份上，你别再生曼妮还有林浩的气了，行吗？阿姨，您得的什么癌？肺癌。哪个类型的肺癌？小细胞还是非小细胞？医生说是腺癌，对，肺腺癌。肺腺癌，那基因检测做了吗？
？EGFR 突变还是 L 可溶活？医生没有跟我们说，我们也没问那么细。苏阿姨，您稍等一会儿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李院长，我是陈曦。对，我在你们医院住院部3楼，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。亲家母，你别乱想了，你放心，如果真的是绝症，我不会见死不救。桂兰，不行，医药费太多了，100万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还是算了吧。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如果医生真的确诊，这笔钱我出了。已经确诊了，报告在这儿。这报告，陈总，您找我？李院长，麻烦您看看这位病人的情况。这份报告不是我们医院出具的格式。院长，这是你们医院开的啊？我们医院的报告有专属水印和2维码，这份没有。小张，这病人是你接待的？我突然感觉好多了。癌症病人是你这个样，你是装的。你们看，他刚才还奄奄一息，现在做的比谁都直。给这位病人重新安排一次全面检查。我不查，我没病，我是装的。我看明白了，你们就是合起伙来想要骗这大姐的钱吧？100万，你们可真敢张口！滚出去，别脏了病房！想跑，报警，让警察来抓这些骗子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苏阿姨，我们走吧。完了，真的完了。苏桂兰这个老东西，让我们在那么多人面前丢尽脸面，还差点进了派出所。曼妮，你看你想的这什么馊主意？现在怎么办？1分钱没捞到，还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。他有钱，有名声，我们就毁了他。曼妮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已经联系了3个本地自媒体记者，明天在中心广场做街头采访。我要让全网都知道苏桂兰是个抛夫弃子、见死不救的毒婆婆。疯了！我妈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儿？你这不是诽谤吗？我妈她做错什么了？你用这么恶毒的方法对付她？她没错，她住的是别墅，吃的是高档西餐。你再看看我们，她明明有钱帮我们，却不肯帮忙。你说她没错？那是我们自作自受，还不是因为我们当初把她赶出去？林浩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你亲妈住别墅享福，你老婆丈母娘睡老鼠窝，你还帮你妈说话，还有没有良心？我不想再骗人了。上次装病的事，警察差点就抓了我们。老公，你想想，只要记者把视频发出去，舆论一发酵，苏桂兰为了保成面面，肯定会给我们钱封口，到时候我们拿100万，这样不好吗？真的只是要个封口费？当然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张姐，你说的那个婆婆真有那么过分？她把我婆婆赶出家门20年，现在婆婆肺癌晚期，她连看都不看一眼。我快不行了，就想见她最后一面。各位网友，今天我们接到爆料，一位年迈的母亲被儿媳赶出家门，如今婆婆病危，她却坐晕别墅，见死不救。太过分了，这种人不配当妈。潘公爵，应该把她的别墅曝光，让她社死。林先生，请问您母亲真的对您的岳母见死不救吗？我妈她确实没有出钱，现在住在星河湾别墅，身家数千万，却连100万手术费都不愿意出。她现在变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心软了。有钱了就不认儿子，什么妈？这种人就该网暴他。太无耻了！明明是他们装病骗钱，现在倒打一耙。我马上让公司法务发律师函，同时联系平台下架视频。等等，苏阿姨，
您还等什么？他们这是在毁您的名声。我想看看林浩到底会怎么做。张女士，您有什么话想对婆婆说？妈，求您了，看在林浩是您亲儿子的份上，救救我妈吧！您住别墅，我们睡大街，您忍心吗？够了，别演了！林浩，你干什么？我妈没有抛弃我们，是我们把她赶出家门。林先生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妈为了我放弃了外交部的工作，给我们当了20年免费保姆，我们让她却让她吃剩饭，还逼她卖房子给我们交首付。什么？不是婆婆赶儿媳吗？反转了！她张曼妮，我妈过生日想吃碗面，她把面倒进水池。林浩，你疯了！别说了！还有你，刘雪琴，你根本没得癌症，你串通护士改报告，想要骗我妈100万。刘女士，这是真的吗？林浩，你胡说！你疯了啊！我疯了，我是疯了，我疯到为了你们连亲妈都不要了。张女士，请解释骗钱的事。刘女士，您是否真的装病？妈，儿子对不起你。离婚协议确认无误，财产分割方面，现在我们房子没了，车子也没了，我们还有个屁的财产！家里只有些不值钱的破玩意儿，让他净身出户。我同意，离婚证拿好。林浩，你真是个废物！跟着你，我倒了8辈子霉。林浩，你妈跟你已经断绝关系了，你以为你跟我离了婚，你妈就能要你了？你别做梦了，你等着饿死吧！有3年空窗期，不要。被上家公司开除，原因是什么？请问还招人吗？搬运工干得动吗？干得了。给他吧，别说是我给的。苏老师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 Slandstikov eine dermosai premblin, Leutron fest Marcos de Trable, Zixam Prite, Hideris Entumil Syria. 其精湛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素养，赢得与会各国代表高度赞赏，居让妈，赞中心良。您真厉害，儿子为您骄傲。苏老师，完美收官，谢谢。网上直播热度破亿了，网友都叫您翻译女王。女王不女王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终于做回了自己。苏老师，这是我整理的首批客户名单，5家公司都是涉外企业，急需专业翻译。小陈，谢谢你，但我想做的不只是赚钱。那您还想做什么？我想帮那些跟我一样的人，有才华却被家庭困住，被岁月埋没。我要招聘中年女性翻译，给他们一个舞台。苏老师，我婚后当了15年家庭主妇，丈夫说我不配工作。你法语过了专8？是，但是没人愿意要我，说我年龄大，精力不行。明天来上班。苏老师，我带了20年孩子，现在想找回自己。工作室需要你。苏老师，您真的在改变很多人的命运。
从今天起，我们不为谁牺牲，只为自己发光。林浩，看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？没什么，看到一个老朋友成功了。妈，生日快乐！他凭什么？凭什么越活越好？曼妮，我们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起了。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张小姐，你是说那个苏桂兰抢了你前夫的家产？没错，他还逼着我们离婚。周老板，您不是做外贸的吗？只要搞垮他的工作室，我帮您介绍大客户。搞垮他怎么搞？你假装找他翻译一份合同，里面随便设计几个陷阱，等他签了合同，再拿着合同找他赔偿。听上去不错，不过我收费很贵，你有钱吗？我现在没有钱，不过事成之后，苏桂宁那边赔偿的钱我分你一半。光有这些还不够。只要你愿意帮我，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。苏老师，这是我们公司跟德国企业的合作合同，急需翻译成6国语言，报酬50万。50万，这份合同涉及面很广。是啊，所以只有您这样的专家才能胜任。这条德文原文写的是卖方承担全部间接损失，但中文译文却写成了买方承担。这可能是笔错。笔错。还有第23条，法文原文的违约金是5%，中文却写成了50%。周先生，这份合同被人动过手脚，如果我没发现，翻译出去，我的工作室就要背上1000万赔偿。苏老师，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请回吧，这份生意我不接。看出来了，他精通6国语言，那些陷阱他一眼识破。那就换个办法，直接造谣。苏老师，恒通外贸的张总打电话来说，他们单方面取消合作，违约金都不要了。他说原因了吗？他说网上都传遍了，咱们工作室翻译错误，害得合作方损失1000万，他们不敢再跟咱们合作了。苏老师，远航集团也发邮件了，说暂停所有项目，等风波过去再说。苏老师，不好了，刚才又有3家客户打电话来说要终止合同，他们都说看到了网上的新闻。先把电话线拔掉，让大家都冷静一下。可是苏老师，要是客户都打不进来，咱们岂不是更说不清了？现在接多少电话就丢多少客户，让他们先别急，我来处理。苏老师，您快看，网上已经炸锅了。这完全是假的，这份合同咱们根本就没接过。假的真不了，但3人成虎。苏老师，现在怎么办？咱们好不容易做起来的口碑，难道就这么被毁了吗？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不要慌就正中对方下怀。苏阿姨，您看到了吗？这简直是赤裸裸的造谣，这些聊天记录明显是 PS 的，字体都不对。我知道，但舆论不在乎真相，只在乎热闹。那怎么办？客户全跑了，员工们人心惶惶。我刚上楼看到他们3个眼圈都红了。对方既然敢出手，就一定准备了后手。我们现在冲上去解释，只会越描越黑。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工作室被搞垮？我可以让果丝法务立刻发律师函，让平台下架。律师函太慢，平台下架也堵不住悠悠众口。今天删了，明天他们还能再发。那您说怎么办？我听您的。清者自清，但浊者需要证据。什么证据？这些伪造的截图里有一份合同提到了德国莱恩公司的技术授权，那份合同咱们从来没接过。您的意思是，只要找到真正的合同原件，就能证明是伪造的？不仅如此，我要找出幕后黑手，看看是谁在操纵这一切。对，抓住幕后的人，才能一击毙命。苏阿姨，需要我做什么？帮我查一查，这些帖子最早是从那账号发出来的，还有那份伪造合同里提到的损失方到底是哪家公司？我马上去查。公司法务部有专业的网络追踪团队，半天就能出结果。
林浩，快看，你妈的工作室被人陷害了！又是造谣，又是陷害。经理，我要请假。林浩，你来干什么？李总监，我来道歉。当年是我把错发报单的责任推给你，让你被开除。我不求你原谅，但我求你帮我一个忙。我妈被人陷害，我需要你的技术能力，帮我查出幕后黑手。你当年毁了我的前途，现在还有脸来求我？你知道我没资格也没脸求你，你想怎么对我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帮我这一次，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。你起来吧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帮你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今天我们要揭露一场针对桂兰翻译工作室的恶意陷害。首先，这份所谓翻译错误的合同，原始文件与网传版本对比，明显经过篡改。其次，我们追踪了造谣账号的 IP 地址和资金流向。幕后指使人是我的前妻张曼妮，以及她的同伙周老板，他们伪造证据，买通水军，目的就是要搞垮我母亲的工作室。林浩，你为了这个跟我离婚之前，你还想害我坐牢是不是？我不是害你，我是在赎罪。我欠我妈的，今天一并还清。我已将所有证据提交警方，包括资金流水、聊天记录、IP 定位。张曼妮、周某涉嫌诽谤、诈骗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妈，儿子对不起您。这些年我眼瞎心盲，做了太多错事。林浩，你起来。我不起，我没脸起。你今天的做法，我很欣慰，但原谅不是跪出来的。你替我澄清，替我找证据，这是你做儿子该做的。但你要记住，你的人生不能靠我，也不能靠下跪。妈，你还认我这个儿子吗？你是我儿子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但你要靠自己站起来，堂堂正正的活着。好了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去工作吧，别迟到了。经理，您找我。林浩，进来坐。这半年你表现很好，吃苦耐劳，从不抱怨。别人不愿意加的工你加，别人嫌累的活你干。经理说的对，林哥上次发高烧还扛着箱子，我说帮他，他非不让。是啊，上次那批急货，要不是我林哥带头，根本赶不出来，都是应该的。拿这份工资就干这份活。公司决定提拔你做仓库小组长，从下个月起，你负责东区的调度。我被上家公司开除过，档案里可能有污点，那是过去。你现在踏实肯干，同事们服你，这就够了。我看的是人，不是档案。林哥，恭喜啊！以后我们可得叫你林组长了。今晚得请客啊！谢谢经理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不辜负您和大家的信任。好好干，路还长着呢。苏老师，远航集团的合同翻译好了，您过目。用词很准，这份你做的不错。谢谢苏老师，那我先给客户发出去。发吧，顺便告诉他们，后续有法律条款需要核对，随时可以找我们。苏老师，德国那边又来邮件了，说上次合作非常愉快，想追加3份技术文件。苏老师，这次危机反而让工作室名声大噪，订单排到明年了，好多客户都是冲着翻译女王的名头来的。是啊，黑暗过后天更亮了，只要咱们把每一份活做好，口碑自然就有了。苏老师，刚才前台收到一份快递，说是国际翻译协会寄来的。苏老师，您快拆开看看。这是国际翻译协会发来邀请函，邀请我担任年度评委。国际翻译协会，那可是全球最权威的翻译组织。苏老师太厉害了，咱们工作室也跟着沾光。看来您还得在这一行再干几十年呢。干几年就行，把这些人带出来，我这辈子就没有白活一趟。小浩，妈，我刚好路过还提着水果，上来坐坐吧，刚好中午了，一起吃个饭。妈，
我现在就是个仓库小组长，没挣多少钱，这水果也不贵。小组长怎么了？凭自己双手吃饭，比什么都踏实。妈不在乎你当什么，妈在乎你站得值不值。我站直了，经理说我干得不错，同事们也信我。那就好，走上楼，妈给你下碗面。妈，您工作室那么忙，别为我麻烦了，我请您去外面吃。外面哪有家里好吃？再说了，妈也想跟你聊聊。下面有请终身成就翻译奖获得者苏桂兰女士发表获奖感言。30年前，我为了儿子放下了翻译事业，我以为我的一生就这样了，但命运给了我第2次机会。我想告诉所有被生活困住的人，无论你多大年纪，无论你经历了什么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。今天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儿子林浩，他让我明白，母爱不是牺牲，而是共同成长。他犯了错，但他学会了承担；他跌倒过，但他爬了起来。林浩，妈为你骄傲。妈，您刚才说为我骄傲。是啊，你靠自己的双手吃饭，靠自己的良心做人，这比任何奖杯都珍贵。妈，对不起，还有，谢谢你。傻孩子，母子之间说什么谢？苏老师，今晚的烟花是为您放的。不，是为我们所有人放的。妈，以后我每年都陪您来看烟花。好，一言为定。